大家好，宠粉的仪态又来了。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，女明星之间在背后勾心斗角的事情不算罕见，罕见的是直接公开表达不满，展开大战，让对方下不了台。究竟是什么矛盾能让他们做到这种程度呢？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看女明星们当众开撕的宫斗级名场面吧。在第二季浪姐里，姐姐们作为下位区是想好好练习的。张馨予在练习中途叫停，说要休息5分钟，结果李菲儿就不乐意了。怎么了？休息现在？张馨予也不甘示弱。不是啊，我觉得合理的休息5分钟是对的。两个人用手指着对方，画面相当难看。不要以为是女孩子们年纪小不懂事儿才会在节目里吵起来，姐姐们要是撕起来，那才是真吓人。在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里，脾气暴躁的应采儿就和程丽莎就撕过。起因是程丽莎撕了一个小票，应采儿认为小票可以方便记账，可程丽莎却表示自己只是习惯性的撕了，她认为这样可以保护隐私。一向脾气暴躁、说话直接的应采儿立马不满的质问：好，那你把钞票也撕掉嘛。没想到一向在节目中比较隐忍的程丽莎这次也不退缩，直言自己为什么？我觉得撕了没关系啊。应采儿的表情相当精彩，感觉她已经在心里翻了无数次白眼了。车里的气氛也降到了冰点，后来还是谢娜和魏大勋在车里耍宝卖丑，气氛才好一点。综艺《花样姐姐》中，许芳和王琳也产生了摩擦，两人刚见面时还互相表达了欣赏之情，但却因为住宿和厕所使用问题开撕。面对不太满意的住宿和厕所环境，王琳直言 ：“Okay, I moved to another hotel。”徐帆看到这一幕说道：“别打嘴仗了，快！”徐帆这句话立刻就把王琳惹毛了，他立马回击自己是在解决问题。徐帆再次重复：“你真的是打嘴仗。”王琳坚持继续否认，直言自己没有。这两位，一个是台词功底一流的演技派，一个是凭借你有本事抢男人，怎么没本事开门呢？一战成名的实力派。总结起来都是大嗓门，两人争吵的话术虽然就那几句，但是音量一次比一次大，表情也相当狰狞。看徐帆这个表情，生动演绎了什么叫眼神能吃人。当然，王琳老师也不服输，杀伤力不逊色于徐帆的眼神，简直是血鱼回归。两个大嗓门之间的打嘴仗大战，到最后的结局就是王琳气地说自己要退出节目，提前结束行程。相比起他们，薛凯琪和江一燕直接撕到了颁奖典礼上。2014年，江一燕和刘亦菲合作了4大名捕，电影还没上映的时候就传出江一燕和女主刘亦菲不和，一说江一燕带资进组，二说江一燕抢女主戏份。果然，电影上映后，她的戏份比刘亦菲只多不少，还因此拿到了华鼎奖最佳女配角。但颁奖典礼上却发生了个小插曲，主持人薛凯琪聊起了女配角这个话题，说着说着突然阴阳怪气起来，说江一燕在电影里观众完全看不到她的脸。在宣布江一燕名字的时候，薛凯琪又是2声冷笑，不要脸就好了。旁边的余文乐已经有点 hold 不住了，江一燕恐怕也没想到薛凯琪会这么当众打她的脸。后来上台颁奖和薛凯琪握手，薛凯琪也是蜻蜓点水般的轻轻握了一下，然后就快速抽手，有点嫌弃的感觉。一个小小的动作都是戏呀。江一燕说获奖感言的时候，还特意说自己在电影中其实有很多露脸，这句话看似是解释，实际上是反击，尤其是这句其实很多啦，有种阴阳怪气的感觉。女孩子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争吵的，但是吵着吵着就变味儿了。在花少里，宋祖儿、赖雨萌一行人结伴去救助长颈鹿，工作人员在之前就说过不要发出声音，但赖雨萌不管不顾，直接高声发言，宋祖儿立马嘘了一声。在此之前，因为赖雨萌3番5次的大声说话吓到小动物，宋祖儿已经说过几次了，于是这次嘘了之后，赖雨萌就直接爆发了，他跑过去找宋祖儿理论，称自己不能理解宋祖儿为什么要那样做，直言你每次都是这样，就很多次都已经这样了。还扯到宋祖儿比自己优秀，通过各种言辞和语气，彻底把2个人的小矛盾化为了想要开撕的感觉，就差没有2个人对着骂了。若不是当着这么多人，感觉他俩都要打起来了。后来宋祖儿绷不住哭了，但赖雨萌似乎更无语了，直言自己服了，不知道为什么要哭，还跟娜扎吐槽我不明白他自己在那哭什么，并做了一个摊手的动作。最后赖雨萌找宋祖儿谈，这场开撕也就不了了之了。章子怡也贡献了不少开撕名场面。在我就是演员第1季播出的时候，她对看亲子表现很不满，指名道姓的批评你来这儿，你来干什么来了？可能说的太过分。同样是评委的徐峥当场反问你喜欢什么样的呢？而章子怡直接和徐峥杠上了，
还把手里的笔扔了出去。除了这次扔笔事件，在演员诞生做评委时，他还扔了鞋。那会儿郑爽和任嘉伦搭档，刚开始画风还挺正常，结果没几分钟，郑爽竟然笑场了，看得章子怡一脸疑惑。等到点评环节，同是评委的刘烨觉得郑爽演得好，章子怡则不认同，一度气到扔鞋，在场的人全看呆了。其实章子怡只是太过实话实说，而且也是想帮助参演嘉宾们提升自己。不过节目组凭这些小插曲赚了热度，应该乐坏了吧？要说女人们之间最激烈的一场私戏，那绝对是金星和杨丽萍那段。杨丽萍对舞者的要求实在是低，为了能让舞者晋级，杨丽萍都伸出了自己的魔爪。一边的金星苦口婆心希望公平公正，一边的杨丽萍怒气冲天，只得吹胡子瞪眼拍桌子。这场景在综艺里可是很难见到的呀。两位舞蹈界的泰斗开撕，你就说精彩不精彩吧？斯琴高娃是圈中大咖级别的人物，他已经入行40多年，年轻一代的艺人碰到他都会比较恭敬。他一直以来都和其他演员保持着和和气气的关系，唯独一次冷嘲热讽的开撕就是和袁立。在某次活动中，袁立和斯琴高娃一起接受采访，当时有记者说起袁立怀孕的话题，袁立明显不想多说，于是直接拉斯琴高娃下水。斯琴高娃老师最近打了羊胎素了，说完之后还佯装无辜的说道：“这是可以说的吗？可以，对，他说了。”听到这句话，估计斯琴高娃老师都无语了，他还是摆出了尴尬且识大体的微笑。这还不算完，袁立还问了打了羊胎素有什么作用，斯琴高娃只能继续保持着尴尬的微笑回答问题。虽然全程斯琴高娃没有用语言怼严厉，但他用自己的眼神说明了一切。然而这场无声的开撕到这里还没结束。这次采访之后的几天，斯琴高娃参加一个活动，被记者问到最近跑了这么多地方，身体扛得住吗？斯琴高娃点点头，然后说道：“因为打了羊胎素了。”再一次提起这件事儿，可见斯琴高娃对袁立爆料自己隐私的事情还是耿耿于怀的。女人们的战争让人看着害怕，而男人们之间的撕才是真的吓人。在2013年快男20强比赛里，陈坤拿着耳机就往谢霆锋身上砸，吓得陶晶莹直缩手。陈坤继续嘲讽谢霆锋戴墨镜摆 pose， 而谢霆锋更是敢说，直接说陈坤是大便。同样的场景还出现在老大哥身上，在综艺里成龙去帮冯小刚拍了灯，结果冯小刚不仅不让着这位老大哥，还说起了规则，让老大哥瞬间难堪。成龙大哥直接脸色一变，有点委曲求全的意思。两个大人物在综艺场上开撕的话，画面就难看了呀。前些年文章在录制快本节目的时候，因为在游戏中输不起而跟海涛急眼，海涛当时被吓得蹲在了地下，但文章依旧不依不饶，拿着棍棒敲桌子，当时还把一众嘉宾给吓坏了。如果说明星间最吓人的互撕，我只服陈道明和章子怡在华表奖颁奖典礼上的这段，虽然不及前面这些场面热闹，但是大人物的内心戏可是丰富着呢。一个老油条似老师般考验学生，金鸡、百花，还有咱们华表，你知道这3个奖的区别吗？一个则说了前2个后，在最后一个卡壳扯了几句没用的话后说道：“那必须由您来说。”细细一想都知道不对劲儿。陈道明这次的操作让不少人都觉得奇怪，怎么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人下不来台呢？章子怡获奖多次，竟然不知道奖项的区别，这是名不副实吗？这一段真的是看得人手心出汗呀！明星们的明争暗斗、勾心斗角其实都不可怕，可怕的就是当着所有的人的面让彼此都下不来台。虽说明星们也都是普通人，遇到问题也没那么大的控制力，可毕竟有镜头在拍，一不小心这些名场面就要流传千古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点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